我先发表一下啊，那个我们首播日是18号嘛，那天正好我在工作，我是错过了8点开始播出那个，然后我发现我的信息就炸掉了，100多条，拍那个也是截图也好啊，拍电视也好啊，对，大家都在看，呀，很多人这么问我说，最后谁死了？谁死了啊？哪一个先嘎了啊？全是这个。刚播第1集就问你最后谁死了？对，丽颖呢？丽颖还有之前我跟我们楚乔传的朋友也问，就觉得非常的有情感，一下子都特别激动。回忆杀，我才每天都到8集，那你不行啊？你怎么才到8集啊？我这2天工作还没来得及看。我这2天也工作，昨天我大概12点收工，我看到熬夜了看，哎呀2点钟。对啊，我每天都抽空看，也有一些工作。对，好。但是剧情深深的刻在我的脑子里，我不看也行。那小看一下就回忆起来了。我看一下你们的动图就能表情就能回忆。那天我看到一幕给我气着了，那个莫方跟我说就是这个废物吗？啊，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在这边说的是这个吗？那天我离得远，我哪知道你们说什么呢？我那天我是，这是莫方最硬气的一次，就是在你听不到的地方偷偷跟我讲了你的坏话。哎，对你耳朵那场戏，就你俩就是心跳完了，你的胳膊肘碰到了，然后你那耳朵怎么那么红啊？你那是画的吗？天热，脸红了，但他脸当时不红，但耳朵特别红。特效了。王哥，你问一些不该问的。不，像丽颖是整个脸红啊，那个我知道，但是你这个耳朵光耳朵红，特别好。我看啊，这个没有朋友们跟我们互动啊。这个可能就是我做我这个脸红特效的时候，顺带给他的耳朵也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网友朋友们得跟我们互动一下呀，有什么问题吗？在看这些。大新哥害羞了啊！大新哥害羞了。董哥现在耳朵就是红的。还有人问啊，说神君有没有想杀沈黎？我前2天也是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总觉得我要杀你呢？就是你可能你演戏的时候演出了多了一个层次。强者相遇，想 PK 一下，应该是。对，有很多信息可能就是需要大家去解读吧，没准神君真的是演的时候有想刀我的那个程度。对，从哪开始？这个兵器库、兵器全偷走了。对。其实他是给我去做了一下收纳。对，我去整理了一下，然后把每个兵器都擦得非常干净，这样王爷到时候用的时候会得心应手一点。对，我现在我觉得一出来，他们就叫我茶，叫什么上古茶。在上古茶。大家解读的就是真的很全面高阶营养，简直是我的心声呀，咱也不能说。嘴替放在当今的社会上，它就是真的很茶味十足，真的。但是只有这样的茶才能 hold 住沈黎的心，才能你被拿捏了呀。对，才能拿捏，不然一般人你不查眼睛的沈黎很难被左右。但是现在你的身上不带点茶香，你很难拿捏一个人的心。我看有个弹幕，这就是莫方失败的原因。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啊！非常开心、非常愉悦的一个环节，叫做这个提问环节。好，对，提问环节。首先呢，发出来之后，这个花絮发出来之后，大家都夸特别的帅气，特别燃。能分享一下这次的打戏有什么的体验？这次打戏啊，就是体验觉得非常爽。咱们吴指老师对我也是非常的虐。但是那个过程还是挺开心的，我们一起就是训练呀。但是丽颖那个转的那个真的很帅，哇，那个你不迷糊吗？那个我承认我没有参加，我也没参加，因为你们不让我来，
我不需要，我只要挥袖子嘛。仙界的都不用那个什么，只要挥袖子啊。然后训练这么久，觉得最后出来呈现的效果，大家还挺喜欢，我们就觉得哎，非常棒。就那个东西，就是带腰上那个来回转的那个啊，对，那个肯定迷糊。对，也可以横着转，那个特别痛，因为我也带过那个东西，真的很难受。那个腰疼是吧？它卡在你的肉疼，在那肋骨下面，对所以卡得它那个垫片掉的时候很容易卡伤这个。卡在那个胯骨那儿，很痛。那都容易卡青了都。那肯定行啊，对，咱们武术组也特别通过没白努力。很多网友想问赵姐，你自己会不会做这个红烧肉？我可以召唤这个神君给我们做这个红烧肉。哎，下次真的展示一下。哪天我真的吧，我做一个红烧肉，好吧？我给他拍的详细一点啊，发出来做一次啊。然后说这红烧肉只能看，不能吃。那我做个这么大个儿的，那我跟你 PK 一下，大兴哥。你做一个你们老家那块儿的，对吧？做一个这种甜口的。我也会红烧肉，我的是另一种做法，咱俩 PK 一下。可以 PK 一下。丽颖应该厨艺也还不错吧？哎，我一直很好奇，丽颖能做饭吗？我能做饭呀。那擅长啥呀？对啊，咱就是让网友们也听一听嘛，对吧？好像没，我也不太了解。我只需要看一遍那个菜谱教程，我就那个做菜教程，我就可以马上上手。哦，那就是基本的烹饪的方式你都懂的，对吧？对，一通百通。对，家常菜没问题，但是我现在不是特别做，更喜欢吃。可以，可以。就是正好那天导演也是啊，不喊停，他也没喊杀青，就我和丽颖还在那儿演着呢，坐那树底下，咱俩那场戏台词巨多，哔啦吧啦哔啦吧啦搁那说什么这那这啊，导演哇出来了，拿着花杀青了，快乐，我就觉得人很多时候在那种突然一下子情感一下爆发出来，都懂，比较感性嘛，对，真情实感，懂。对，希望喜欢我们所有的角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周末愉快了啊！周末愉快，好笑，感谢，接下来我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首先他们说了一个词叫回忆杀。回忆杀呢，指的是突然涌上心头的一种怀旧的情绪，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a wave of nostalgia。回忆杀呢，也可以指来自过去的令人怀念的那种事物，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a blast from the past。然后他们还说了一个词叫刀。刀这个词呢，其实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刀可以指我们厨房做菜的时候使用的菜刀，也可以是一个武士手里面的那种刀。然后刀也可以用来指这个伤害、杀害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人去伤害了另外一个人的情感，一个人杀害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用刀来形容。那这个时候呢，刀是用作动词，所以刀有的时候就可以被理解为伤害，或者是杀害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成语呢，叫得心应手。得心应手呢，是指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可以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刚好是在他的这个专业范围之内，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去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得心应手呢，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a piece of cake，也可以是 in her element。然后还有一个词叫茶，茶指的是呢，也是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种茶，茶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很装清纯、装无辜、装可爱等等。比如说一个女生呢，外表看非常的清纯，但是呢心机深沉，表里不一。那这个时候呢，网络上的人呢喜欢用绿茶形容这种性格的女生。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很多观众说林更新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很茶，因为他是一个上古神，所以呢就是很多网友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上古茶。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就是拥有非常丰富的撩妹技巧和经验，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根据这个上下文用来理解某一个字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词呢，叫嘴替所谓嘴替呢，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spokesperson 或者是 mouthpiece。然后还有一个成语呢，叫一通百通。一通百通呢，指的是一旦你掌握了做事情的诀窍，那么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很轻松、很轻易的完成。所以一通百通呢，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Once you get the hang of it, you will understand everything。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感谢大家的收看。